大家好，今天我们聊一个火爆全球的理念 FIRE 运动。 FIRE 是 Financial Independence Retire Earlier 的缩写，意思就是财务独立，提早退休。听起来是不是很诱人呢？想想看，不用等到60多岁，可能30-40岁就能摆脱朝九晚五的束缚，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今天我们就来详细拆解 FIRE 运动，看看如何通过规划攒够养老钱，退休后每年提取4%作为生活费，甚至还能给孩子留下一笔财富。我们先来看一下 FIRE 的起源。 FIRE 运动在美国和东亚储蓄型社会，比如新加坡、台湾等地风靡，挑战了传统的朝九晚五生活方式。它的核心理念呢，就是通过激进储蓄和聪明投资，积累足够财富，让你在40岁甚至30岁就能退休。FIRE 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90年代，比如 Your Money or Your Life 这本书的作者 Vicki Robin and Joe Dominguez 倡导节俭生活以实现财务自由。但真正让 FIRE 火起来的是2000年代的博客，比如 Mr. Money Mustache 展示了如何通过极致储蓄和投资在30多岁告别职场。如今呢， FIRE 不再只是省钱，而是关于让钱为你的人生目标服务，比如旅行、兴趣爱好或陪伴家人。为什么 FIRE 这么受欢迎？因为大家渴望逃离日复一日为钱工作的老手赛跑式的传统职业路径。 FIRE 提供了一条出路，掌控时间和选择自由。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将 FIRE 视为获得生活掌控权和更多人生选择的途径，而不仅仅是完全停止工作。对一些人而言， FI 也就是财务独立的重要性，甚至已经超过了 RE 提早退休。接着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FIRE 的4%法则。提到 FIRE 呢，就不得不说三位一体研究，也就是 Trinity Study。 这是 FIRE 运动中4%安全提取率法则的理论基石。最初由美国三位一体大学 Trinity University 的3位教授于1998年发表。研究通过回溯分析美国1926年至1995年的市场数据，评估不同投资组合，股债比例从100%股票到100%债券，在退休后30年内的可持续提取率，得出4%的提取率在大多数历史场景下能够维持本金不耗尽的结论。这为 FIRE 追随者提供了退休规划的数学依据。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FIRE 的分类。 FIRE 不是千篇一律，总有一款适合您。 FIRE 运动因人而异，根据生活方式和目标，你可以选择不同的路径。以下是主要类型。第一，精简 FIRE， 也就是 Lean FIRE。 这部分呢，适合极简主义者，退休后每年只花2万美元，所需财富较少，追求简单生活，少花钱多自由。第二种，肥 FIRE， 也就是 Fat FIRE。 这一种呢，想要退休后过奢华的生活，每年10万美元。肥 FIRE 适合您需要更大的财富目标，比如250万美元以上，维持或提升现有生活水平。第三种，咖啡师 FIRE， Barista FIRE。 这种呢是半退休模式，攒够大部分开支的财富，但保留一份轻松的兼职工作，比如咖啡师，补充收入或者获取医疗保险。
第4种，海岸 FIRE， 也就是 Coast FIRE。这种呢，通过早期拼命的攒钱，达到一定金额后，让复利自然增长。您可以减少储蓄，把收入用于其他目标，财富会在传统退休年龄前准备好。那么呢，每种 FIRE 都有自己的 FIRE 数字，即年开支的25倍。比如年花2万美元，您的 FIRE 数字就是50万美元，选择适合您梦想的路径吧。然后呢，让我们来看一看退休前如何攒钱。如何攒到 FIRE 数字？那就来聊聊储蓄和投资吧。实现 FIRE 的核心是高储蓄率和明智投资。以下是一些具体的方法。第1种，激进储蓄。FIRE 追随者通常存下 50% 到 75% 的收入，这意味着砍掉不必要的开支，比如告别每天的奶茶，或者换辆更便宜的车。用预算 APP 来跟踪每月的开支，找出省钱的空间。您退休前消费欲望越低，退休后就得到的更多。例如，以 10% 的储蓄率，需9年工作时间存够1年的退休生活费；以 25% 的储蓄率，需要3年工作时间存够1年的退休生活费；以 50% 的储蓄率，需要1年的工作时间存够1年的退休生活费；以 75% 的储蓄率，需要4个月的工作时间存够1年的生活费。第2种，投资增长型资产。3位一体研究列出了各种投资组合，比如100%的股票、75%的股票加25%的债券、50%股票加50%债券、25%的股票加75%的债券，以及100%的债券。得出的结论是，得出4%提取率在50%股票加50%债券组合下有95%以上的成功率，也就是说30年后本金不耗尽。早期呢，股票比例越高，实现的可能性越大，比如我们频道里所提到的巴菲特组合，也就是90%的股票加上10%的短期国债，适合高风险承受者。还有呢60-40组合，也就是60%的股票加上40%的债券，平衡增长与稳定。还有达利欧全天候组合，也就是30%的股票加上55%的债券，加上7.5%的黄金，加上7.5%的大宗商品。这一种呢，波动低。然后呢，还有哈利布朗永久组合，也就是25%的股票加上25%的债券，加上25%的黄金，加上25%的现金，波动非常低。在提高回报的情况控制下，最大回撤和回撤时间，这是投资组合的最大价值，也是我们频道的核心内容之一。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宽基指数 ETF 投资，这是最激进的方案，投资全球市场的 VT， 也就是 Vanguard 的全球，美国市场的 SPY 比 VOO 就是标普500， QQQ 纳斯达克100，或台湾市场的元大台湾50，收益会增加，但最大回撤也大幅提高。巴菲特在2014年致股东的信中写道，大多数投资者，包括个人和机构，最终呢会发现，获得满意投资回报的最佳方式是通过低成本购买指数基金，而不是试图通过选股来击败市场。然后呢，还要充分的利用复利。爱因斯坦说，复利是世界第8大奇迹。比如我们回测过的哈利布朗永久组合，30年前投资5万美元，30年后总回报是40万美元。当然也可以采用月定投的方式，假设年开支2万美元，按4%的法则，
你需要50万才能退休，起始资金5万美元，每月投770美元，年回报6%，20年后就能达到50万。所以呢，设置自动储蓄和投资，保持纪律，每存1块钱都是为未来的自由添砖加瓦。接下来呢，让我们看一下退休后如何配置呢？攒够 FIRE 数字后怎么办？实现财务独立后，重点转向产生可持续性收入，同时保住财富。以下是配置方法：一、转换到低波动性质的投资组合，减少对投资收益率的要求，减少股票仓位，更加关注最大回撤和回撤时间，把这一项作为优选条件。比如继续采用哈利布朗永久组合，股债、黄金、现金按照各 25% 的比例配置，回测的30年最大回撤低到 16.77%， 同时避免购买任何杠杆型的投资组合设计，以免对本金造成重大伤害。2、高股息 ETF， 除了投资组合，可以考虑高股息 ETF，比如美国市场的 VYM， 也就是 Vanguard 的高股息 3%到4% 的股息率， QYLD 背对看涨 8% 到 12% 的分红，但需注意分红可能侵蚀本金。或者是台湾市场的元大高股息0056，追踪高股息台股，这些 ETF 提供稳定的现金流。3、对抗通胀，加入通胀保护 ETF， 比如投资 TIPS 的基金，保护长期购买力，如美股的 TIP iShares TIPS 债券 ETF， 台股的凯基台湾优选高股息30 ETF。这对30到40岁就退休，需要财富支持几十年的 FIRE 人士尤其重要。4、规划传承 FIRE 不只为自己，你用 4% 提取生活剩余本金留给孩子，一个结构合理的投资组合能够确保财富传承到下一代。所以最关键的点就是退休组合要注重稳定收入、本金保护和适应市场变化的灵活性。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看不同年龄段的攒钱策略与退休效果。什么时候开始 FIRE？ 退休后生活如何？ FIRE 适合任何年龄，但策略因人生阶段而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20多岁，也就职业早期的时候，这是 FIRE 的黄金期，时间长，复利威力大。尽量存50%以上的收入，投资于增长型资产，比如宽基指数或者投资组合。举个例子，25岁开始每月存770美元，年回报6%，到45岁可以攒到50万美元。退休后你有几十年享受自由，可以去旅行、追逐兴趣或者做公益。30多岁，也就是职业中期的时候，可能有孩子或者房贷，但收入更高一些。目标呢是存40%到60%，混合增长资产和稳定资产，比如债券。35岁开始存5万美元本金，每月存770美元，到55岁可达50万美元。退休可能是咖啡师 FIRE， 兼职做喜欢的事，或者是经营副业。40多岁职业后期，现在开始更具挑战，但也是可行的。最大化退休账户，投资高收益资产，如宽基 ETF， 比如 VT 或者0050，可以考虑海岸 FIRE， 让现有储蓄增长，同时覆盖当前开支。退休后呢，生活节奏放慢，多陪陪家人或者培养兴趣，财富还能留给后代。FIRE 的效果是什么呢？就是财务自由，追求热爱的生活，孩子也能继承财富，但不只是钱，是在打造您理想的人生。
所以这就是FIRE运动的精髓。无论你是精简FIRE、肥FIRE还是咖啡师FIRE，关键是多存钱，聪明投资，让钱为你的人生目标服务。去试试在线的FIRE计算器，规划您的FIRE之路。请在评论区分享您的FIRE目标，订阅频道获取更多理财干货。我们下期见。